不松。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摆烂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分钟，一单接一单，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参加分。换来万家香。你说梦想当老板，当明星，当大杯，结果卷子零分，面试只会嘿嘿。最后一份工作分成4级或轻功，凌晨3点起背着空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脏活累活全包，但他们让城市更近，让大家呼吸顺畅。行出状元，对繁星也有状元，这传承都是力。他说宁可一人抽，换来万户香。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是歧路会在登陆海拔，学好了本事你才是你爱的赛道。脚本也心但别是被逼无奈。Hello， 爱巴黎，大家晚上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各位。今天为什么就是突然直播了？很多朋友觉得，哎，好突然啊！老大为什么直播了？没错，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的个人单曲。就是现在你们听到的这首劝学歌曲啊。今天主要直播内容是为了宣传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音乐作品上这一块的啊。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有朋友说说，哎，那是想我们了。我正式说一下啊，那倒是没有。别自己给自己加戏，行不行？不要加戏啊。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有朋友说第一次蹲到，蹲什么？蹲我的直播吗？第一次蹲到，那说明你平时不咋上微博啊？得上啊！当然是因为你可能是我的关注没点，把我关注点一点，下次就直接就能蹲到，跑不了，直接蹲啊！只要心不松。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摆烂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分钟，一单接一单，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挑大分，不努力粪坑边上站着干。但挑大粪的兄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香。你说梦想当老板，当明星，当大位，结果卷子零分，面试只会嘿嘿。最后一份工作分成4级或轻功，凌晨3点起的被动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脏活累活全包。但他们让城市更近，让大家呼吸顺畅。手机一直咚咚咚，原来是宁哥直播了，是不是？你看就是点了我的关注，应该搞不好还是特别关注，对不对？哎，有朋友说宁哥你当我洗衣服了，
你现在玩的全这个，咖啡是手，你就是生活太奢侈了。咖啡喝手冲，衣服玩手搓，是这意思吗？你不能就是洗衣机里扔进去，就让它就搅一搅就完事儿了呗。在每份劳动斗志的悲愤中，挑粪的英雄也是城市脊梁。有人说360行出状元，对凡间也有状元，这传讲都是理。有朋友说，当我看折腰，那你还是看折腰吧。你去看折腰，我的那个直播没有折腰精彩。我朋友说，宁哥，你为什么不去火星情报局？这是什么问题吗？那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去清华？你为什么不上北大？你为什么不去丹东烹饪二技校？这没有为什么，这有什么为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需要回答的问题吗？为什么不去火星情报局？没有为什么。不是记录会在登陆海拔，学好了本事你才是你爱赛的，脚本也心但别是被逼无奈，不小心可能找大分，不努力。有朋友说，宁哥换个墨镜。不换。才买的墨镜，赶紧就是秀一秀。因为什么事儿呢，朋友们？我最近买了好多墨镜，然后包括一些那个 GM 的品牌也送了好多。那个，但我这几个戴的都是买的，是怎么事儿呢，朋友们？我那天就看到一家店，然后呢，就是里边好多这种墨镜。他家呢主打就是他家不是品牌的啊，他家不是品牌的墨镜，他是那种不是新商务啊，他家是那种品牌墨镜，各种品牌都有，什么巴黎世家呀、Prada 什么各种都有啊墨镜。然后呢，但是价格比正常我们买的那个价格便宜好多。你看，就像那个。就像很多墨镜，比如说大家可能平时喜欢戴墨镜的朋友知道，一般一个大牌墨镜都是3、4千、4、5千块钱一个，然后有的更贵啊，有些就是7、8千、6、7千的。他家墨镜就是总体来说很便宜，就是跟那个原价来比，因为每一个都1000来块钱，每一个都1000多。那你和我之前在店里看，不就是差很多吗？差了三分之二的价钱呢，大概。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还问人店家呢，我说那个你好啊，那个很有礼貌啊，我说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眼镜为什么这么便宜？我估计卖货那个人也懵了，说你是给我俩炫富呢？卖1000多块钱眼镜说便宜，我说那个便宜是相较于就是我们去店里去买啊便宜嘛。然后呢，我说那个你家眼镜为什么这么便宜？他说那个他没回答我，他就是我忘了他回答啥了。我说你家眼镜为什么这么便宜？不会是假的吧？嗯，他说放心吧，假一赔10。他一说假一赔10，当时我就觉得哦，那肯定靠谱了，那肯定靠谱。于是呢，有朋友说假的，他说假一赔10，他说知识鉴定，因为我想说，那我就多买几个吧，因为我过一阵我就出去录那个地球了嘛，录地球是有时候需要一些户外的时候，就戴点墨镜啥的，买几副。我当时就在店里买了4副，我当时想说4副，首先是我就觉得我占便宜了，朋友们。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买完之后。因为原价这个眼镜都4、5千、5、6千都有，但是我每一个基本都在1500块钱左右，我买了4副，我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我花了1副在店里买的钱，买了4副眼镜啊，都大牌的嘛。
然后他说有朋友说赔40个假的，也没有。然后呢，拿过来了之后，我一看，这个质量啊，我觉得不是假的，反正我觉得不是假的。那个，然后我就发那个我的一个群里了啊，那个群就是对，就是我参加某一个节目里边那帮老师演员老师们，我就发进去了。我说朋友们，你们看我买了4个墨镜，我占大便宜了，我占了特别大的便宜。你看我这很便宜，这个一个眼镜才1000多块钱。然后他们说假的吧，我不也假一赔10。然后结果呢，那里边那个老师还真棒啊，也不是老师，就是我朋友，我就不提人了。然后呢，他们去查了一下，说哦，宁哥那个什么，你这个是两3年前的款，你这是3年前的款。我说哦，我就脑袋一转哦，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好像就是可能是旧款就容易那个什么一点呗，啊，旧款就可能就是处理吧。但是无所谓，因为眼镜这东西也不分什么老款新款的，啊，反正戴了就挺帅气就行啊。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楼，袖线挑。今天第一是什么？第一是新买了个眼镜炫一炫秀一秀。第二是什么？今天第二就是没贴，算你别贴。今天没有眼妆，我怕就是最近因为很多朋友们啊，就是也不知道最近咋了，很痴迷我的这个颜值，朋友们。就是把我最弱点给我痴迷上了，然后呢，我就怕就是刚挂一不戴眼镜一直播，朋友们觉得有点丑。你看，你怎么双眼皮贴没贴？你们眼妆没上，显得我有点就是有点就是让他失望，所以我尽量就遮一遮啊。朋友们有朋友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戴眼镜了，一会儿可能陆陆续续还会往直播间里进人，再有人进来，有人在公屏上打说，哎。那个主播为什么戴眼镜？你就帮我回答他，你说他刚割了双眼皮儿，好不好？帮我就回复一下，我就不单独回复了啊。只有先进来的朋友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残杯喝满了青松。至此鲜花赠我袖，纵马踏碎流离愁。任他9万里，行程涯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情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蒹葭。换第二个墨镜，我就不。你刚才听我说买了4个，你说赶紧每个都弄一弄是吧？不行，我现在直播只能给你们展示1个，其他3个请到时候收看我们的节目《地球超新鲜》里边，就是我所有戴的墨镜应该都是我新买的，和品牌送的，啊。只要是 GM 的，就是品牌送的；人家其他的品牌就是打折买的。有朋友说你肯定忍不住直播后面就栽了，完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也好，作为一个艺人也好，作为一个歌手也好，就是得有点神秘感。我现在被你看透透了。你太了解我了，你就是我就是感觉，咱家有很多老粉啊。我跟你说，咱家很多老粉就是很那种，拿样。什么叫拿样呢？啊，比如像什么呢？比如像那个在某一个场合看到我了
啊，新粉都是那种的，新粉是哪种的？新粉是这种的啊，宁哥，我太帅了，就这样啊，就是你感觉身上好像就是痒痒，就是这个律动。但咱家老粉呢，通常都是露出一种就是类似像那种你说姨母笑吧，也不是，反正就是一种就是很淡然的笑容，就是这样的。你们别跟他，你们别跟着他，别往后。哎，这是老粉啊，老粉一般都是这种。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其实很多，因为很多老粉属于什么？看我直播已经看的怎么说呢？我出道这么多年吧，有稍微老更老的，可能是看了我7、8年、8、9年都有。再往近一点呢，3、4年、5、6年也有啊，2、3年也有，这都属于老粉了。1、2年也2年左右也有啊，1年左右就算新粉吧。他们呢，通过考古也好，或者一路陪伴我走到今天，其实我直播是很多话，朋友们是有套路的，他基本能猜中我基本要说什么。比如说我讲某一个故事，他说哦，大概2年前听过这个故事。啊，有的时候那个小宁说啥，我下一句都能猜到他要说啥。其实直播还是有一种有套路的啊，他这个套路其实不是说那种完全的套路啊，他其实这个东西也很正常。他就像朋友们，你们平时去看脱口秀也好，去看那个相声也好，很多相声他是说过的，但是你每次看呢，又会有同样的开心和同样的感觉，啊。有朋友这正常吗？其实也正常，这个很正常，因为就说明足够了解一个人了。他抖包袱的方式啊，包括他的一些东西，就是比较了解我了，比较了解了啊。对，是的，所以就是你刚才那个朋友就是，你看你看你现在戴着墨镜，你播一播你就摘了啊。嗯，他比较了解我了已经。天地同游。为什么说完之后我觉得有点生气？我的直播的梗有时候说梗的方式已经被人猜透了。没关系，从今天开始我做一个正常艺人。好，我决定了，今天我的直播就是一个正常艺人的直播啊。什么叫正常艺人？刘宇宁属于不正常的，但今天我的直播呢就属于一个正常艺人，好不好？让你们感受一下正常艺人怎么直播。来，3、2、1。把江湖斟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楼。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酒恩。等一下，先恢复一下刘宇宁。哎，那个有人说正常艺人直播设备没这么好。你的意思我把麦克风换了，我直接用手机给你们播。啊，这个我是放不下的，这个我确实有包袱，因为我做直播如果设备不好的话，设备有一点不舒服不爽，我就那个什么，我就很难受啊，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有朋友说正常艺人旁边没有陪笑了，没有这个是吧？行，从现在开始我不摁了，好不好？从现在开始我不摁了。哎，对不起，习惯了，把手捆起来，这样捆起来在这儿啊。哎，不行，完全不行啊，完全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有朋友正常艺人不戴墨镜，也有戴的。哎，哎，不是啊，好，
有朋友正常艺人直播会开美颜的，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没开美颜，就是那个被你看出来了。哦，不，我不行，我这纯没有美颜的。以后正常艺人直播不说话，你不要拉踩别人好不好？什么叫正常艺人直播不说话？他干嘛？不直播不说话，他要干嘛？那他就不播得了，放张画得了呗，放张海报拿摄像头拍着就完了呗。有朋友正常艺人直播都露腹肌，谁？你告诉我。来，哪个艺人直播哐受不了了，把衣服脱了，然后给你看腹肌？哪个艺人？你告诉我，我举报他。啊？哪个艺人？有朋友说正常艺人直播都妆法都是齐全的，什么意思？你感觉我现在有点矬是吗？我有点丑。我刚才开播之前，我擦了那个什么了，擦了粉底了。啊，因为我这两天脸起痘了，所以我擦了粉底了。有没有正常艺人直播贴双眼皮儿？算了，我也别正常了。正常艺人门槛太高了，够不到。提前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至此鲜花赠我手，纵马。然后正常艺人直播都卖萌，也没有了。你是看正经直播吗？啊？你看是正经直播吗？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今天呢，就是没什么事儿，就上来跟大家播一下，希望跟大家聊聊天。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聊的，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我看到的话，我就会回复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今天所有参加我直播的朋友们。那我可能今天他们告诉我就要播1个小时，所以我可能今天会在这儿陪伴大家1个小时。我可能不太会直播啊，但是我不太会平时不太会直播，然后就想说今天给大家播一下，也希望你们开心，好不好？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就打在公屏上啊。有朋友说想吃丹东大草莓，想吃丹东大草莓，你可以，就是到京东上面去下单，然后咱们那里会有一些，草莓啊什么的，你平时喜欢吃的，然后都会有，你可以到那上面去下单一下，啊，主播长得好帅，谢谢。有人说什么时候来吉隆坡开演唱会？吉隆坡暂时可能不会去，对，因为，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其实没有信心说把海外场给开起来，啊，就是那种我没有那个信心，我还不够优秀，对，我觉得我还得再努力。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啊，我就觉得我不太喜欢。我就是那种，我就是受不了，我有点老寒腿，主播干脆面一咬就碎了是怎么回事？干脆面一咬就碎了是为什么？是因为，因为你你有牙齿嘛，
哦，如果你想说干脆面让它咬不动，你就去把牙都拔了，这是一种比较适合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干脆面嘛，嗯，干脆面就是让你，如果你想干脆面咬不动的话，那你就干脆把牙拔了，用牙龈去咬，它就可能是咬不动了，因为它就可能就是会吃的时间长一点吧。命运悬空设昂首，天地同游。有人说主播起痘怎么办？起痘的话，连起痘啊，起痘的话，我也起。你要有什么好方法，你可以告诉我啊，我也起痘啊，因为起痘就说明那个你的身体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啊，比较旺盛，然后那个说明你还年轻嘛，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从那个医学角度上来说，也不是说医学吧，这是我可能活了这么多年那个总结出来的一个东西啊。咱们就聊的是医学，朋友们啊。第一是什么？人上火啊，人上火通常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你身体上会有反应，比如说上火了，有的人是牙疼，有的人是起痘啊，对吧？有的人是牙疼，有的上火了，牙肿了啊，牙疼；有人是起痘，所以上火分什么呢？分往上走和往下走。啊，有些人上火是连起痘牙疼，那有人上火是，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有往上走，火往上走，往下走。我觉得其实往下走是怎么？往下走就是不给你详细讲了。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往上走是比较舒服的，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是这样的，有朋友说，主播，我的2张满分的卷子能换1张签名照吗？啊，换不了啊，换不了啊。我又不是你妈。你看我演唱会上那个都是，比如说孩子考试好了，妈妈带着来看我演唱会，你跟你妈要去，你跟我要啥呀？你要奖励啊？不行，我不能这么播，我这么播容易给我播荡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直播我最怕给自己心情越播越荡，就是让我就越播越不想播，越播越觉得没意思，我自己都觉得就是不舒服，我觉得就是憋得慌，我不能给自己播荡了，我受不了。不行，那我直播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自己播荡了，我就觉得这是对直播对我来说是工作了，而不是释放。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但记住一句，有朋友说，这眼镜影响了你。我也觉得，因为其实朋友们是这样的啊，直播呢也是一种表演哦，直播也是一种表演，就是你直播里的各种表情啊、反应啊，什么这种就是也是一种表演，它是一种舞台形式。但如果看不到眼睛，其实是传递的能量就会少一些，你懂吧？它就会传递的能量会少一些，所以我觉得眼镜有点封印我的一个人物性格了。就是这样。你看大小眼儿，这种在眼睛里是体现不出来的，就是这种3分讥讽，4分不屑，5分漫不经心。劳动最光荣，挑大分也行，只要心不松。有朋友说放点嗨的音乐，你是平时不上酒吧，到我这来摇头来了？
还是说你在家你自己弄瓶小啤酒一开在那喝，然后想跟着音乐晃动一下，然后你家里没有播放器，上午这来要找嗨曲来了。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摆烂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反转，一单接一单，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有朋友老大胳膊怎么了？胳膊怎么了？我胳膊没怎么。你说哪个胳膊怎么了？哎，怎么滑了一下？不是啊，这儿是吧？这不知道滑哪去了。这习武之人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啊，无所谓。我都不知道这受伤了，滑哪去了？不学习可能要去参加分，不努力分坑边上挣扎感，但跳大分的兄弟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攒回来万家伤。你说梦想当老板当明星当大背，结果卷子零分面试只会黑黑，最后一份工作分成4季或进攻，凌晨3点起背着空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脏活累活全包，但他们让城市更近，让大家呼吸顺畅，这份活不敌人意的。有朋友说我闺蜜今天过生日，你能跟她说一声平安喜乐什么玩意儿了吗？我就不说了啊。你闺蜜又不在，你在那出什么头？你就是好像你就有点像那什么似的啊，你就像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听没听过，就有一些午夜电台啊，主持人我想点一首歌，因为我想说那个我们学校马上毕业了，所以我想送给我们班同学那个谁，然后呢希望他能够以后工作顺利，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当时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吐槽，我说你朋友能听到吗？你朋友能听到吗？啊，听不到你不白点了吗？不学习可能要去找老本，不刷题分海里找方向，但每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挑粪的英雄也是诚实。比如说有朋友宁哥平时健不健身？从来不健身。从来不健。就是能躺的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站的绝对不走，能走绝对不会跑，就溜达，从来不健身。有人说360行出状元，对凡间也有状元，这传讲都是理。他说宁可一人抽，换来万户香，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是记录会在登陆海发，学好了本事你才是你爱赛的，加倍野心但别是被逼无奈，不学习可能挑大分，不努力你别要把火干破了，任何只有值得别人尊重，好好读书吧，选自己想走的路。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楼，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烂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残杯面不改色气不喘的，但从来不健身啊，从来不健身。
有朋友说，怎么不举高点？你有病！哑铃是来，你举哑铃也好，举杠铃也好，你是为了跟人比谁举得高？你一看就外行，你纯外行，你这不举高点，怎么不单手举？你看这说单手举的纯外行。我跟你说啊，你像这种在我们直播间里，你别看我们直播间可能是感觉好像都是一些追星的朋友们，但是我跟你说，直播间里很多人都是各行各业的一个佼佼者，有很多朋友就是健身的，健身达人。咱家粉丝里很多减肥博主啊。所以你在我直播间说这种说为什么不单手举，为什么不举高点，你说这话就很外行，一看你就是个我刚才说的那种人。哪种人？跟我一样的那种人，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啊！你纯溜达。这次鲜花赠我手，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星球压尽。你想想，我家里的杠铃都有，你说我能不健身吗？你以为我先去楼下超市买的？我哥们儿健身博主，我跟你没看我穿的运动服吗？看吧，我穿运动服，主打一个运动少年，运动中年。脚上别看我，你现在看不到我脚，我穿的框旅游鞋。哥们儿穿旅游鞋直播，就是一个运动男孩，闹呢。站在宿命像白昼，天河心入后见流，抖落星辰作千秋，别开千人。健身博主，朋友们，健身博主是这样，四条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首。有朋友说，道具准备的真好，这什么道具？咱是赶话聊到问我健不健身这块了，我直接把我的工具，把我平时的设备拿出来给你们展示一下。要不再来几下？我不来了，就一天运动量有点超了。今天，刚才别看我刚才只是说做了一些二头弯举，做了一点这个俯身那个划船，你别看我做的几个，已经是效果满满的了，完全足够了。今天运动量爆棚了已经。我平时就做一个动作，我只做5个啊，我只做5个，多了就觉得就是垃圾容量，只做5个，岁月望断时而重楼，修仙条路。有朋友展示健身成果吧？我刚开始健身就是刚健了大概半个月吧。现在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一件事啊，就是人刚踏入一个行业，刚刚秒懂，就是不是秒懂啊，刚刚懂一点皮毛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膨胀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就是你就是刚刚健身，你在网上看了一些东西，看了一些内容，然后练了一阵之后，你就觉得你健身这块老厉害了。或者是打个比方，你去学那个自由搏击或者学拳击，大概你去练了1个月、2个月、3个月，你觉得你公司没有人能打过你，你觉得你是你公司最能打的了。真的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新手，都说有新手福利期，不是新手膨胀期。那天我看了一个段子，说那个通常说那个说新手健身最开始啊，就是因为可能知道可能健身的朋友都知道，新手有个这个一开始。就是他有个福利期嘛，也就是说新手最开始练的时候，其实是长肌肉也好，长身材也好，是最快的。然后呢，有一个人就问了一句话，说那个，哎，你那个如果新手健身，最快有成效的部位是哪？
有人就问说，新手如果开始健身的话，我最快有成效的地方是哪？有人说是嘴，因为你健身第一天开始，你就到处跟人说我开始健身了，我开始健身了，朋友们，我开始健身了。是的，他一说完，我确实是，我看谁都说哇，最近我健身呢。长街是满褪色灯笼，朝鲜之间烟霞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杯喝满了青松，执子鲜花赠我酒，纵马踏碎了离愁，任他9万里星宿压尽头，真的宿命像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离开前人山色照。有朋友看看成果呗，我就不给各位看了，因为没什么成果。我好像练的有点错误，越练越瘦。我不知道，好像是练错了，越练越瘦。本来是想要这个身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肌肉哐哐那种的啊，就哪怕不肌肉哐哐的，你们听没听说过网上有个叫做搏击？不是自由搏击的搏击，是薄肌啊，那个字，但是那个字念薄嘛，薄肌就是很薄的那种肌肉，就是一看身上线条什么全都有啊，腹肌清晰，胸肌也有，然后肩膀也很宽，然后后背也很紧致，叫薄肌啊。我就想说，我别练那个，就是别往健美那边练，但是我就练个薄肌，我就算是那个 OK 的，但结果越练越瘦啊。前两天我去参加那个活动，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就是我忘了录什么了啊，然后呢。但那一阵我自从健身之后，我对饮食其实就不控制了，哐吃，一天3顿饭，每顿都吃主食，啊，每顿最少1碗米饭，哐吃。因为我觉得我运动了，刚才我那个运动量已经足够我今天吃3顿饭了，消耗。然后呢，我去录什么节目我忘了，网上有人就发出来了，但是有几个角度可能显得有点胖，然后有一个。咱也不能说黑粉吧，但是能看出来他不太喜欢我。然后呢，别人都在称赞说：“哇，宁哥好帅啊，宁哥这个啊真好看，宁哥这个唱的真在现场真稳。”然后他就是来了4个字：伙食不错。几十条评论里边都是对我的称赞，就他可能阴阳怪气来了一句伙食不错，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他电话，再一个我用了小号看的，他说我伙食不错，就是言外之意是就是我有点胖呗，言外之意是我有点胖，他说伙食不，我当时就想说伙食不错，怎么事？你要来我家蹭饭啊？你已经就是属于是饿的吃不上饭了，你有那个精神头，那就找个班上，别在网上阴阳怪气了。你家伙食很差是不是？那怪你。第二，你想来我家吃饭吗？不让你来，你没有资格。啊，因为你这人就是就是吃饱了撑到了，我觉得是。所以别来我家了啊！天地同游，天地同游，给我气的！所以每次有的时候我饿了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这首歌放出来听一下，食欲就会下降很多。不好好学习啊，后果
很严重。就这个歌。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挑大粪也行，只要心不松。潜水队的是初中不屑地，高中天天摆烂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你说喝了啥呀？可乐。你以为我喝酒呢？你真以为我是陪酒咖？你真以为我是酒桌咖？能说我是酒桌咖的人啊，真的是，我想说，他就是在这个行业里一点人脉都没有。凡是跟我合作，我是这样的朋友们啊，你知道，就是也不能说，当然我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提倡大家在工作当中需要跟人喝酒，不是的，是这样的，因为啊，有很多你会遇到很多爱喝酒的人，就是你在任何行业当中，我就说我的行业，我会遇到很多行业里就是爱喝酒的人，他也不是爱喝酒，他就觉得那个气氛到了就应该喝酒，不喝酒就觉得少点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参加一些饭局呢，比如说我是这样的，我跟某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一个即将要合作的人啊，一见面，他就说，哎，那个小宁，要不喝点啊？我说哥，我那个什么，我酒量不太好。我说我酒量不太好。他说得了吧，你们东北人嘛，东北人哪有不能喝的？我说跟哪人没有关系，我有认识很多朋友是内蒙古的，他也不太能喝。他跟那个哪里人不一样，东北也有这个体格，就是酒量不行的啊。你别装了，没，他也不是说别装了的意思啊，没事，喝点，来喝点。我说行。我 OK 行，那我这人就是东北人，虽然我是作为一个东北人，虽然没有就是东北人那种能喝的气质，但是我有东北那种的不差事儿的气质。你不要喝，陪你来，比如说喝白酒，喝，我大家也知道我酒量非常差，是真的很差。然后呢，喝着，就是大家就发现我这个人已经在桌上不说话了。啊，基本上我就是喝大概，比如说只要开喝半个小时以内，我基本在不是台上，在桌上就不说话了，我就想，啊，哎，喝，哎，哥，哎，敬你哥，哎。直接吐，你不用再解释你能不能喝了，你直接吐他一脚，你只要把他鞋吐的洗不出来了，他下次绝对不会跟你喝酒了，真的，朋友们屡试不爽。我在这个行业是这样的，我跟任何人见面第一回，只要第一回啊，我喝酒永远不差事儿，就是我敢喝我就喝。所以每次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跟这个人第一次见，可能要合作啊，然后后面我就是说哥，我说没事喝，然后呢，等下一次再聚会有别人的时候，有人说小宁来了喝点，今天喝什么？白的红的还是喝？就是没有人说啤的啊，喝白的红的。我说哥，我不能喝酒，你东北人不能喝酒，真的。我说。然后我就直接看我上次跟我一桌那个吐他鞋上那个人，我就说，你问这个哥，然后那个哥不用你说，这哥直接啊是小宁不能喝，小宁酒量真一般，但是他不差事儿啊，不差事儿是不差事儿，但是确实他酒量一般。哎，我在外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一般个人喝第一顿的时候，我可能猛喝，你要喝死我就死，但是我一定让你知道我这人不差事儿。但是后面他们也不会让我喝了，我就是这样的。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占那分，不努力奋
有朋友有没有体面一点的方法？没有体面。我跟你说，在世界上啊，这个不，你们工作当中也是不会有完全体面的事儿。如果你就是你，但是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让人感受到你的真诚。这是我的生存之道啊，但是不一定适用你们。我只是把我的这种小故事分享给你们。为什么第一次我要猛猛喝？这是表示我的真诚，我不差你事儿，我该喝啊。但我也不是装的，我真的喝没喝多，你一定是知道的。这是就是让人看到你真诚之后，别人就不会为难你了，他反而觉得我可以，小宁可以给我面子，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啊。嗯。如果是女生怎么办？女生就千万不要喝啊！女生千万不要喝。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女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女生啊，你不能喝，你坚决不要喝啊，坚决不要喝，哪怕这个工作会失去个工作，你也不要喝，因为保护自己比那些都要重要啊。啊，除非说你爸在旁边啊，除非你爸妈都在，啊。有朋友说喝到微醺就好了，说老大，我们就喝到我喝酒没有微醺，我喝酒是要不我没有中间儿，要不不喝啊，要不不喝，或者就是喝一杯就停下来，那就可以，但是一会儿就没有感觉了。但你想找那个微醺感觉，你没有中间，微醺可能仅存在10秒，直接就熏过去了，直接一下就熏进去了。有朋友说，那以后喝酒我就说我们家刘玉宁不让我喝酒。我刚才说的逻辑啊，不是说不让你喝酒，我说的是女孩在外边要保护好自己。你听声音呢，你听的是那种就是歪门邪道啊。你这种是叫朋友们，他这种是叫梦女吗？他这种算不算梦女？就天天做梦那种的。我们家刘宇宁，你家刘宇宁，谁你家的？哦，你很怪哦。因为很多人喜欢，我知道，就是咱们家是有这么一帮人，就是在那儿咱不是说贬低啊，就是会自己去脑补一些，就是他脑袋里脑补的啊，就是比那些短剧都要狗血。很多短剧是上来只给，就通过狗血剧情让你只给，让你简单不用思考。他脑补那些东西比短剧都要狗血，因为我们可能是素未谋面的一个人，他就是给你跟他估计他出去，比如说跟他老板出去吃饭，然后他老板说喝点，他说不，我们家刘宇宁不让我喝，说女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你说你说完这句话，你老板脱粉了怎么办？你老板真误会说咱俩有点什么事儿不脱粉了吗？他也可能是我粉丝呢。啊，还有朋友们，我给大家就是警告一下啊，我那天看了一个截图啊，我不知道哪个群截图，就是反正就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是什么呢？我绝对不会私底下跟朋友们跟任何一个咱们家的粉丝去聊天儿。啊，
我绝对不会私底下跟咱家朋友去聊天且去说一些工作上或者任何上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说的。如果你加到了刘宇宁，如果你的微信也好，或者是 QQ 也好，你加到了刘宇宁本人，是骗子。我想告诉你一个点是什么呢？你千万别被人骗钱了啊！你别他开始先陪你聊一聊，聊个3年5年，跟你借个500块钱，你这500块钱就没了啊！可能是骗子啊！我跟你说，千万要注意啊！我私底下是不会跟粉丝去聊天的，因为我这么多时间跟大家来聊天。如果我有那个时间跟你私聊的话，我就把那个时间开直播，咱们大家伙一块聊，人多热闹。有朋友说，刘宇宁跟我借500块钱。怎么回事？500借500，你觉得借少了是吗？以刘宇宁的身份，张口应该是3万5万了，是不是这意思啊？因为骗子也怕借3万5万你不借呀。当然，骗子对你的经济实力也有一些考量啊，他对你的经济实力也是有一些考量的。他怕你说打个比方，正常 V50，我相信你就借了，但是50呢，他觉得有点少；V500呢，不多不少。啊，V50感觉刘宇宁这肯定是假的，V500呢，他有点这个金额，感觉可信度高一些。但要跟你要5000说3万5万的，我估计啊，你就会有怀疑啊，怕对，但借多了容易就是识别出来了。也不知道瞧不起谁呢？不是瞧不起谁，我说的是不是说瞧不起针对，我不是说针对你一个人。我比如说我说借500，可能刚刚那个朋友很狂哈，刚才朋友很狂，我说借个3万5万有点多，刚刚有朋友就说瞧不起谁呢？就你很有钱是吗？啊，你上我来炫富来了啊！有钱厉害，有钱厉害。我说那意思我说那意思，有朋友说。跟陪聊了5年才500，他同时聊好多人嘛，他聊1000个粉丝，一人500乘以1000，朋友们那是多少啊？那就是5000万呢，朋友们，对吧？你同时是不是都那种 AI 回复那种的？你们别真去算啊，500乘以1000等于多少？我故意说个5000万。还有一天，我说那个什么，我说了个词，我说那个我们什么润蜜嘛，我们说润蜜。啊，就是不是正常要念闺蜜嘛？然后我说我们是润蜜，然后其实是个梗嘛。有人上网说，哎，宁哥说的这个润蜜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就是说错字了？他是不是不认识那个字，念成润了？润蜜是一个梗啊，因为可能就是现场我不知道有没有男同胞啊，现场有没有男同胞？第一是男同胞，第二是什么呢？男同胞里还得是健身的。你才知道润蜜是啥意思。有知道的吗？有现场有男同胞知道那个润蜜是就是健身的那个里边润蜜是啥意思？反正就是，哎，算了，没事，就是。不知道是吧？那算了，没有，就它就是个梗，就跟那个蜂蜜抽的，就比如像蜂蜜抽的，就是不是润滑油什么，别想那什么玩意儿，没有，因为健身里边有一个人博主啊，他叫，算了，我不提他了，提他我怕他蹭我热度。
就是你们估计也刷到过那个人，但是他就是因为他说的各种话，他是一点也没有那个逻辑的一个健身的一个博主，我不提了啊。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楼，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喧卖，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行修。有朋友说没有复习看看啤酒肚也行。你咋了？你告诉我你怎么了？一个小姑娘，你怎么了？啊？你一个小姑娘，天天在网上，你干啥嘛？我操！你要不这样子啊？你家早晨有没有市场？周边有没有市场？你去找那种卖猪肉那个摊的，有的时候你去的早，那个猪肉还没切，它可能是2扇儿，你就早点去蹲点儿。你看到那个什么呢？你看到那个猪劈一半的时候，那一半白花花的，你就去看。你还可以就是假装买的同时，你上去拍一拍，你可以上手的，你说老板这个猪肉啪啪怎么卖的？无论老板说多钱一斤，你都不买，就转身就走，每天都能拍一拍。你说你就看跟我没区别啊，没有区别。你是人，那是猪，我允许你打印一张我的照片头，你放在那个猪头上，你拍2下。你也别到我直播间里在那儿说些乌漆麻黑的，乱七八糟的。有朋友说宁哥你是东北人，我们才认识我啊？我不像东北人吗？我纯老东北，我纯老东北。一开千人斩死这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首。说话不像。有朋友说老东北一点也不老，我说老东北，因为我现在在北京嘛，也很多北京人说我们老北京什么什么，我是我们老东北一样。天地同口。你说话没有口音，没有口音。我说话有口音，其实，可能你们就是不知道，可能对我不是特别熟悉吧，我说话，直播是有口音的，但是基本演戏没有，当然也有，因为它是语言逻辑的东西，它肯定会有一些的，有朋友只是很久没说东北话了，也不是，其实我说的是丹东话，丹东话呢可能跟东北话还是不太一样，跟你们传统知晓的东北话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听辽宁人说话，就是可能是像沈阳的味儿比较多，然后或者是锦州的或者是鞍山那边的铁岭的那些。它其实辽宁很神奇的是，它每一个城市的口音都不一样，而且相差很大是这样的。对，但是丹东和大连说话基本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大连的朋友，或者你们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大连的那种朋友、同事啥的，或者同学。我们丹东话跟大连话基本是一样的90%一样吧。那个味道啊。把江湖沉入陈年
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楼，袖线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啼。是跟你早期的口音差不多吗？我早期，我普通话也不是普通话是后练的，但还好。对，我能说，还是家乡话还是能说的啊，因为家乡话那个是你说了几十年了，你突然只是说你能说普通话而已。早期口音重，也不是口音重。我现在也可以重一点，但是因为现在确实直播看的人比较多，我怕有的时候我说的太方言了，可能有很多朋友听不懂，因为包括有一些什么呢？咱家你别看这直播间很小小的，很多外国人呢，我幻想的啊，很多外国人，我外国人，他通过我的直播来学中文的话，我希望给他传递的是一个普通话的中文。正宗的中文，正宗，很正宗啊！我们老东北说普通话就是正宗。朝鲜之间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手，纵马踏碎琉璃。任他9万里，心胸压尽头。有说宁哥，你有点溜肩。我跟你说，你以前说我溜肩，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就是溜肩。但是你对一个现在正在疯狂健身的我来说，你说一个健身男孩溜肩，我跟你说他听不了啊！我跟你说他听不了。你会发现，朋友们，你会发现很多啊。我不知道，因为你们刚才就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说，那个没有腹肌看看那个啤酒肚也行。像这种女孩一看我就不用看她面相，我都不用接触她，她天天在网上那种那个肯定天天在网上刷帅哥看那种女孩。天天看那种要不健身肌肉男，要不是那种薄肌男孩，要不就是那种干瘦的瘦出腹肌的那种男孩，他天天看那种视频，肯定的。但是你会发现网上很多健身的男的，他拍照啊，他有一个爱好，什么爱好呢？2种，一种呢，弄个毛巾，因为他身材练得很好啊，他一展胸，然后一收腹，把腹肌凹出来之后，他弄个毛巾搭头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种视频啊，这种照片啊，他把毛巾搭头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弄个卡通人物把脸挡上。哎，从来不看，没有啊。但你们可能有一天会接触到，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先提前把这个梗告诉你们。为啥呢？2种，第一种是为什么有些健身的男的像这样一展背或者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一扩胸，把胸肌挺起来，把腹肌凹进去之后，然后就搭个毛巾。第一有氛围感，第二呢，可能他的脸呢不是他的优势，但是身材很好，所以呢他就把脸挡起来，那个一下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二。第三是什么呢？他通过这个毛巾来挡他的斜方肌。哎，他可能练，因为健身的人是，尤其男的练那种力量训练，他是不可能避免能练到斜方肌的，斜方肌一定能练到。啊，他一定能练到斜方肌的，所以他有的时候怕斜方肌不好看，因为斜方肌一高就显得整个人是溜肩的，他是这样的嘛，对吧？他是这样的啊，他不是平肩，他不像女孩一样，女孩没有那个，很多女孩是没有斜方肌的啊，但是男的基本都只要你健身就会有，所以他拿那个毛巾挡一挡。所以就是你对于你，如果你去说一个男的说他柳肩这件事是不是说男的没关系，说一个健身的男的就说明他练的不咋地。而且我告诉你，其实你们算了，肯定有斜方肌，因为你会就是我跟你说，其实你们以后可能随着你们，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他可能对这个不了解，
男人的斜方肌，朋友们，那是什么？那不是斜方肌，那是3个字：性张力。朋友们，你看到一个男人，就是他穿个背心，那个斜方肌特别强壮的时候，那纯纯的力量感，no 呢？你说一个，比如说一个男孩，一个大平肩，完了。你说好看，他肯定也好看，但是没有那个张力，你朋友们，你知道吗？男人尤其2个地方最能展现他的张力是什么？朋友们，你们以后就是可能去观察一下。因为我最近研究这玩意儿，研究一个男人如何能有魅力，就是也不是最近研究了，只是说就是在茫茫的知识海洋当中捕捉到的。你们以后去，但是我说的都是就是一句就给你点破，你以后去看你就知道了。男人啊，怎么体现他的性张力？脸其实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是斜方肌，就是你看他脖子上的肌肉强不强壮，就是包括到这儿的这种肌肉强不强壮，这是第一。第二看什么？男人第2张脸是什么？是小臂，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是小臂。因为男人最容易被看到的部位就是小臂，你一个小臂特别粗的男人，你就感觉这男的很强壮。所以很多人健身的时候小臂练得特别好，你会发现有些男人你一看那小臂非常壮，因为你不可能走道给衣服脱了给人看我有肌肉，你最先看到的是小臂，所以男人小臂粗细是很重要的，得练，朋友们。我那天上网，因为有一天那个是我先没事我健身，然后我上网说怎么练小臂，没少研究，狂研究，干一行爱一行，你弄什么东西你就得钻进去。比如我玩串儿，我就把这些串儿都玩透啊，都玩就是明白到底。比如说我开始健身了，我就开始就吸收健身那个健身的那个知识。哎，就是你健身之前先健脑，你得知道你要练什么，你的各种逻辑是什么啊？蛋白粉买哪个牌子？补剂吃什么？看看小臂，我不太行，我就说了最近练太瘦了。对不起各位，我先不展示了。等我就是有一天狂猛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可以展示一下。就现在小臂太细了，我现在胳膊，因为我本身那个个高，胳膊长，就现在一看就跟一个灯管似的。很多朋友想看我的胳膊，你就可以去参照一下你家日光灯那种长条的那种的，那跟我胳膊一模一样。宿命像白昼，天河心入口天流，抖落星辰作剑愁。离开千人山色，找到丰收，明月悬弓射昂首，天地同游。哎，我擦边男没少看，我不爱看，我看完第一我就自卑，人身材很好，这第一。第二，因为我只要是你只要是比如说平时看的视频是跟健身相关的，你刷的东西基本都健身相关的，所以你就会一直看。但其实看的不是看人身材，我是看人训练方法啊，就是学习。当然我没有，我是健身没有天赋那种的，我从小体育差，所以健身是没有天赋的。我可能练个20年吧，20年练完之后给你们展示一下。你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有一阵儿娱乐圈的很多男艺人就是录什么那种小视频呢？就是比如说先是那个穿着衣服看着镜头，然后突然呢把手放到这个身后，然后突然灯一灭，然后拉出2个灯管光剑，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种变装视频，前面是穿着衣服的啊，很多娱乐圈男明星都去拍了。光剑变身，对，就那个，然后，对，就是那个光剑变装，然后呢，就是前面是这样的，然后看着镜头，然后从后面，然后一拉的同时灯一关，然后2个灯管拍他的这个肩膀，还有这个斜方肌，包括胸肌的一点，然后包括手臂的2头啊，拍那个咵一拉，然后感觉哇好帅呀！有朋友说你也拍一个，朋友们是这样的。我当时那个视频光剑变装那个大概火的时候是2年多前吧，
对吧？2年多以前，朋友们是这样的。不瞒各位，我也想拍。我当时说，哇，这么帅，我也拍一个。我还上网买了2根光剑，然后呢，我就把前面那种的，前面我就是特别邋遢，然后对着镜子一拍，然后这样拍到这儿，然后下一个镜头不就把衣服脱了吗？衣服光膀一脱，把灯管一弄。等我把衣服一脱，灯管一弄，然后看的那个镜头里的自己的时候，我觉得，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没有肉量，没有肌肉量。然后呢，我那天突然想起来了，然后我说，哎，我现在最近开始真的有空就健身，当然也没那么多空了啊。就是我想说那个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养成一个健身的习惯，但是我不知道要练到什么样，我只是让自己的身体好一些。然后那个我就想说，哎，我好像2年前把那个前面拍了，前半部分穿衣服的已经拍了。等我下次如果真的可以拍那个时候，我可能时隔3年去拍一个变装视频，这个视频准备了3年。光剑还在吗？我光剑虽然不在了，可以买呀。我让那个就是我跟我私聊那个粉丝，然后跟他借500块钱呗。我跟他说，我说我是宁哥，江湖救急，来500买光剑。来500，我要买光剑。啊，很合理嘛。我直播都跟连续剧似的，朋友们都能接上，朋友们。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讨大分也行，只要心不松。有朋友说放个毒酒，想听我的 OST 是不是？对我的音乐如此着迷吗？那天我突然听到想起了一首歌啊，然后，但是这个歌我当然也是最近的啊，最近的歌，但这个歌我想说，要不要在演唱会上唱？这个歌。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让你铠甲并肩穿过阴霾，撕开命运灰暗的痛快。哎，我试试能不能唱啊？但这歌很难唱，我看有没有伴奏啊。一瞬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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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承担骨血里的爱，再长也不白，只有我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我试试啊。如果朋友们一会儿唱呲了，你们就说卡了。有任何的失误，你们就说卡了，好不好？啊。但没失误，你们就为我尖叫。但这首歌，胸口，把墨镜戴上。
麦克风拿下来唱，这样显得专业一些。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那种帅气的视频特效，非常适合舞台那种的，很帅气那种的。我看看啊，这个还是用这个，这个很帅。OK， 来，可能音量会大点，朋友们啊。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任你开着并肩穿过阴霾。撕开命运黑暗的痛快，夜宇宙的黑白，我永恒的存在。我已是一生超越生死的未来，穿越星辰与魂，或者只为你存在。无限里的爱在长夜澎湃，飞扬或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我一度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言或海，一鸣交代，红颜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一切为期不放开。穿过黑暗的地带，我的信念只为你独在。不被凡事打败，不被凡事打败，生死相随唤醒爱，并肩击溃后的阴霾，思绪将在胸口澎湃，将你的名字镌刻在我心海，荡起回肠为你创个时代，我只为你存在。无限里的爱在长夜澎湃，飞扬或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一度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言或海，一鸣交代，谎言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一切为期不放开。穿过黑暗的地带，我的信念只为你独在。并肩携手不败，热烈心跳感谢时代。宿命揭开为你独爱，我的信念只为你独在。找回我和你的现在，收拾我的心。蔓延成你的烟火海，我依然在这里等着你。一度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言或海，一鸣交代，红颜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一切为期不放开。穿过黑暗的地带，我的信念只为你独在。生死并肩，携手不败，热烈心跳感谢时代。宿命揭开为你独爱，我的信念只为你独在。Thank you。唱歌是唱歌，为什么嘴要这样？莫名其妙的。但这个歌可以唱。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这歌是可以唱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因为他这歌，因为他就是那种很多歌它是叠着的，就是有很多句你要避开不唱，然后就是你知道吧？行，我想一下，其实他挺适合现场的，有没有觉得？因为我都幻想你们拿荧光棒的那个频率了。哦哦哦哦哦哦哦。
行，我觉得可以。这歌我想想，不行，下一站杭州就给唱了。哇，这个歌朋友们，这首歌我想说就是不学习，你想挑大分，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报批过。如果我在那个节目当中给这个唱了，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杭州唱挑大分，不能有人想退票吧？你说这个演唱会也太糊弄了吧？我试试能不能唱，朋友们啊，我先试试现场唱，我先试一下，因为我没有伴奏啊。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但记住一句话，老豆最光荣，挑大分也行，只要心不松。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把那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反正一担接一担，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挑大分，不努力分坑别想追着干，但挑大分兄弟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赏。你说谋山当老板当明星当大 V， 结果卷子零分面试只会嘿嘿，最后一份工作分着4季或进攻，凌晨3点被合同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脏活累活全包，他们让城市干净让大呼吸顺畅，这份活不敌人一当。不学习可能要去挑大分，不说题正和你走方向，但每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挑分的英雄也是城市脊梁。有人说360行出状元，对本性也有状元，这传讲都是理。他说宁可一人头换来万户香，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学习路会窄，但路还在，学好本事你才是开的赛道。挑分也行，但别是被逼无奈。不学习可能挑大分，不努力要把活干掉，任何职业都值得别人尊重，好好读书吧，选自己想走的路。我跟你说，如果现场唱这个歌，就是炸。有朋友问说：“哎，宁哥，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跳大分歌是 AI 唱的吗？”嗯，是啊。你问这个问题是你感觉我唱不了是吗？确实唱不了。你会发现 AI 唱歌它是没有音高限制的啊，它可以无限唱。有朋友卡了没卡？刚才没事儿，无所谓。刚才这个歌，因为它也，我相信啊，朋友们，你可能刚才唱的有点呲，但是这就是直播间的魅力。如果你想听好听的音乐，请到刘宇宁的演唱会上。哎，但是我也想在我直播间现在肯定是也坐着很多就是各个制片方的老板呐，或者一些 OST 制作公司。我想说，你们应该也跟我合作过，市面上也有我的歌。刚才的那段演唱不代表我的真实水平。刚才是一个玩的一个态度啊，希望找我唱 OST 的朋友多来点活儿。
江湖真如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楼，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酒。前两天在弄那个微博之夜的那个编曲。微博之夜有一个因为我一般的活动我都是有唱歌嘛，后面那个微博之夜我估计去的时候，然后唱个舞台，然后这一次他们也是那个啥，也是好像也搞得很那个什么，很不错，因为就是那个因为现场那个我的那个演唱会那些班底，就是卓哥他们、刘卓老师他们，好像微博之夜那天都去，所以可能那天会挺热闹。我选的那首歌呢，也是我时隔多年再次唱的一首歌啊。有很多朋友很喜欢我唱那个歌，但不是我的歌啊。但我就觉得那天唱那个歌非常的适合。长街绚烂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哪首我先不告诉你们，到时候他们宣传他们放出节目单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是哪首了。不是马蹄卷起呼烟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不能悄悄告诉我们吗？这次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流。以后不会有违约金吧？也不是，只是说我现在说了，到时候就没有惊喜了，因为今天我在直播的这个惊喜度已经够了，我就是得把一些小小的惊喜和一些梗要留着，不能一天把好吃的都吃光了，对吧？哎，每次直播但不能给太满，就够了。哦，现在今天这个直播，包括刚才那段歌一唱完，今天的直播已经很满了。不能再给你更多的信息了，你可能最后就是感觉吃了一大顿，感觉吃的忙忙叨叨的啊，先把这个胃口给你吊起来，下次你就吃了啊。哪怕朋友们是这样的，哪怕是这样的朋友们啊，是这样的。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属于一个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今天跟你们说，我后面那个歌，我跟你说，微博之夜唱那个歌我还挺喜欢的，挺好的哦。这两天弄他编曲，就给他形容的好像就是我很认真对待他，然后不告诉你我在弄什么歌，然后到时候哪怕到了宣布说那个歌出来的那一天，可能没那么炸，但是此时此刻的期待已经产生了。哎，可能那天一哥说啊，这个歌啊还行吧，啊也不行啊，都无所谓，但是此时此刻的期待已经出来了。哎，任他9万里行秋崖尽头，站得宿命像白昼。节目还是会变动，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开个玩笑，就是反正就是一首歌嘛，那也没啥，我在各个晚会也都唱，哪个活都唱歌，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啊。唱啥都差不多，反正都那些嘛。对。不会是梅花三弄吧？不是。女人花。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
有新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风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去放纵？花开不多时，怕看着是虚设，女人如花花似梦。没错，微博直接就唱这个，可以的。我们炸了，能唱屠洪刚老师的你吗？哎，我上次唱完，大家好像还挺喜欢的，但是我唱不了，因为那个屠洪刚老师那种气势，我是来不了的，我连1/10都来不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好像，但是我小的时候，朋友们啊，我去那个干商演的时候，就是去给人，比如说哪个房地产开业，然后我去唱歌的时候，我还真唱过这个歌。还好那个时候智能手机不是很发达，没有给我记录下来啊。但是，对，小的时候唱过这个，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而且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小的时候你嗓子没有顶，小的时候你嗓子就是感觉怎么都能唱，就是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是少年音嘛，他就是没有顶。变声期之后变成一个大粗老爷们儿、糙老爷们儿，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太行，有朋友来个，我这人就不精劝，来个，来个，摇头晃脑的，就是来。你从天，我听这个伴奏我头疼，没有好一点的伴奏吗？我看一下啊，这伴奏太难受了，噔噔噔噔。伴奏也不行，没有原版伴奏吗？没卡，我在听伴奏呢。你们不行，伴奏太，就是它不是原版的，它是后期像卡拉 OK 做的那种的，但是就是唱你听着难受。
要不清唱算了。你有病！算了，算了吧，不行，我就是刚才因为上次唱一下确实是属于玩一下，但今天我是想认真唱一下，但当你认真唱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伴奏，我算了吧，不唱，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的，什么酷狗可以伴唱？哎，好像是哎，你不说我都忘了。酷狗，我作为酷狗代言人，我竟然都不知道这个吗？我竟然没想到这个。天哪，哥们是酷狗代言人，朋友们。酷狗就是牛。有朋友你故意的，节目效果也不是。说实话，我真没想到，我没反应过来，因为因为作为一个朋友们是这样，我再把眼镜摘了跟你们说，作为一个歌手，其实对音乐这块是挺严谨的。如果说伴奏是不行或者不舒服，完全坚决唱不了，上不了台。哎，但直播间呢就涮了，直播间就涮了，行，那既然都到这儿了，那就是来一个。刚才说让我清唱那个朋友，你先出去了。先让我清唱，你给我出去。朋友们，这样的，一会儿唱到那种高音的时候，因为这个后面非常的高，而且持续高。如果我出现了一些当然基本不可能出现啊。但是如果他有个万一呢，出现一个小小的意外，比如说走音，或者是有一些不稳，或者是有一些网络的卡顿。哎，你们帮我就是对，你们就在下面就说卡了就行。来吧。太棒了。你从天而降的蜜，落在我的马背上，如雨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
你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双翅膀，寻觅着方向，方向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变凉。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也总不能忘，只等到漆黑夜晚，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你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双翅膀，寻觅着方向，方向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变凉。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也总不能忘，只等到漆黑夜晚，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唱个歌嘚瑟什么呀？没明白。刚有朋友说，哎，为什么戴着眼镜唱？没有，因为刚刚那个歌有点难，刚才歌很难。就是我唱的时候，其实你感觉我好像从容容，游刃有余，但其实我在里边默性里边是翻白眼呢。我是的，当时在那翻白眼唱的已经缺氧了，已经翻白眼了。我才想起来，我们酷狗有这个功能，那岂不是什么歌都能唱了？但是刚刚那个确实，但是你也能听到是一些消音的伴奏啊，不过也够用了，比刚才我最开始找那个好太多了。不好好学习的后果很严重，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讨他们也行，只要心不死。哦，那就再来一首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听不到，所以不来了。再来一首是吗？那让我听到你们尖叫声。好的，自己哄自己，你看吧，啥都有啊，音效啥都有啊。
那岂不是这个歌也能唱？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把那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分痛，一旦接一担担，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那岂不是什么都能唱？哎，这功能还真不错啊，真的是可以啊。分坑别上阵阵干，单挑大分的兄弟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返回来万家伤。朋友们，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啊，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个隔壁好像打起来了，我隔壁邻居好像自己家打起来了。朋友们，我去看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啊。朋友们，我给你们放个VCR 吧啊，放个 VCR。真正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解释。不好好学习啊！等一下啊。的强者，他们的对手是天地间无形的规矩，是世俗力量的强大惯性，世人皆有生老病死的铁律，从来不会因为践踏弱者而强大，必然是遇强则强，遇挫愈勇。把江湖真如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从容，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烂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行匈牙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剑河心入口千流，抖落星辰作千秋，离开千人斩色找到丰收，明月悬弓射鳌首。天地同游。石平安，过来！你在祁墩山用掉的那柄剑气，我归不去。教你一门18庭的运气法子，就当补偿了。把江湖真如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楼，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烂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手，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行匈牙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口千流，抖落星辰作千秋，离开千人山色找到丰收，明月悬弓射昂首，天地同游。老头子，你说的没错，有他们在，咱是有希望的人间。这个人间好看的很。天地同游。
活着的生活，它每天都一样，重复的没有一点空间幻想，醒着或睡着，它为什么都一样？不难想象，晴天雨天我都无感。那些未完成的事，就用身体配合命中的伤，来不及愈合，有话想要讲，却找不到任何澄清的欲望。躲在暗夜里成长，也许就是我仅有的力量。模糊的信仰，就算得到再多的关爱，也只是泯灭微光。我曾有多向往，就有多少。我电话好像坏了，朋友们，我电话坏了，刚修电话呢。我电话自己进入这个界面了，我掉厕所里了没有？没掉，电话坏了。不好好学习啊！有会儿更新了，我没有允许他的屏幕更新。只要心，还真的是更新了，为啥自己更新啊？我允许你更新了吗？我就喜欢用老版本，还真更新了。小学不背的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摆烂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反正一单接一单，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这就是自动更新啊！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参加分；不努力，粪坑边上站站看。单挑大粪的兄弟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返回来万家伤。你说梦想当老板，当明星，当大杯，结果卷子零分。有朋友，你最近累吗？啥意思啊？哎，我鼠标怎么坏了？啊？最后一份工作分成4季或进攻，凌晨3点起背着工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脏活累活全。好了，鼠标也升级了，更新了啊！行了，行了，这是回放还是真人直播？那个回放。这录播，这是录播啊，那个这是录的那种的，AI 人工回答。他们让城市更近，让大家呼吸顺畅，这份活不敌人一的。不学习可能要去找拉分，不刷题分海里找方向，但每份劳动都值得。刘宇宁，你玩游戏吗？不玩，因为我把玩游戏的时间都用来刷题了。
就用来刷题，就是那个好好学习。咋不玩？玩游戏哪有人不玩游戏的啊？玩的啊，玩游戏。而且我玩的没事儿。其实我玩单机游戏比较多啊，单机游戏玩的比较多，就是那种所谓的3A 大作。我玩这种的。网游目前只玩王者荣耀，其他的都不玩。有人说360行出状元，对本性也有状元，这传承都是理。他说宁可一人抽，换来万户香，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是记录会在，但路还在，学好了本事，你才是你。有朋友说宁哥你咋不那个什么呀？不代言游戏啊？其实有一些游戏真的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就是我团队都会问我说，哎，这个游戏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玩吗？我说我不玩。他说那接吗？我就不接。我是这种，就是我本身我不玩，我就不接了啊。除非说你跟我音乐上的合作，那可以啊。你说让我给你唱主题曲啥的，我觉得那个没问题，那 OK 的。但是代言游戏的话，我不玩，然后我去代言没有什么意义啊。是这样的。有朋友说王者为什么不请你？说明我还不够优秀呗。王者为什么没请我？就说明我不够优秀呗。当然就是人是这样的，你足够优秀的时候，自然人就会来找你啊。能找到分，不努力你也要把火点破。人和只有值得别人尊重，好好独处吧，选自己想走的路。有朋友问我黑神话悟空全收集了吗？你给我炫什么？没有，黑神话悟空都没玩完，玩了一半。那游戏刚上的时候我去玩了一下，跟人游戏没关系，跟我个人有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基本不玩魂类游戏的人。魂类游戏什么就是可能大致也玩，鬼泣我玩，鬼泣我是玩的。然后我想想，我真的想想我魂类游戏我玩啥？鬼泣我是玩的，还有啥？流星蝴蝶剑，流星蝴蝶剑玩的可好了。然后魂类的我是不咋玩的，因为那种游戏是啥呢？它那个需要练，你需要反复的玩练，然后才可以。啥叫魂类游戏啊？就是一个人需要，比如说像你们之前，我不知道只狼你们知道吗？只狼那种算魂类的，因为它需要打架。他需要我具体怎么去形容我不知道，他需要那种一个人跟人过招啊、格挡啊什么这种的，这种属于魂类游戏啊。就比如说二征法环啊这种的都属于魂类的，它需要很强的操作啊，它需要很强的操作啊。我玩的比较多一点的，就像黑神话悟空就属于魂类的。属于魂类游戏，就是你控制这个孙悟空到处打妖怪，就是通过一些闪避啊、招式啊这种的，就叫魂类的。这种类型的游戏叫魂类的。你说宁哥打瓦吗？也不玩啊。射击类的游戏也很少玩。射击类的游戏只玩我想想，射击类的我玩什么？赛博朋克2077算射击类的吗？使命召唤算，使命召唤我玩。
CS 不玩，什么三角洲啊，什么瓦呀，这个我都不玩，因为打不过人家。有朋友说鬼灭之刃我还真玩了。前两天那个啥，前两天那个有一次我给那个谁给一个朋友，给一个小伙啊，给他打语音，然后呢给他打语音，然后那个说点事儿，然后结果他那个铃声是那个铃声就是《鬼灭之刃》里边的歌啊。这个歌。我特喜欢这种歌啊，就这种节奏型的这种摇滚，我特别喜欢。对，然后呢，我就是给他打铃声，然后呢，后来就说这啥歌，我去搜了一下，然后回头我俩一块儿录节目时，我说这啥歌，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鬼灭之刃》的歌，我说《鬼灭之刃》好看吗？他就说也挺好看的，就是你喜欢看那个动漫的话，你可以看，然后讲了很多东西，给我讲了些说打鬼的什么就是之类的，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啊，我就把《鬼灭之刃》看了一下，大概现在看到不知道，因为我看的都是那种剪辑的，我没有时间说整集看，我都看那种说一口气看完4季。我有时候在车上的时候就看那个啊，一口气看完，我就看完了，看了。挺好的，那个不错。然后他正好还有个游戏，然后他出了那个《鬼灭之刃》的游戏，我也玩了一下，通关了已经。有朋友老大玩烟云吗？烟云我出了游戏的第1天我就玩了，但我也就玩了那1天。烟云16声嘛，对吧？玩了，因为我是比较关注这种游戏的，它出来了第1天我就玩了，玩了完之后就是不行，因为这个游戏得像这种游戏呢比较需要花时间，太干了。对，我凡是太干的游戏我都玩不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我可能就是玩一会儿，然后呢，就是它那个太干了，就放弃了。我还要充钱了呢啊，充了好多钱去买里边的衣服、服装什么的。和平精英也玩，和平精英玩，但最近很久没玩了。蛋仔派对。蛋仔派对我还真下过，我还真玩过，但是也不喜欢。原神呢？原神我还真下过，我还充过钱呢，但是我就玩了1天，玩不下去，不喜欢不是说它不好玩，只是不太适合我，不太适合我。不太喜欢，我喜欢那种，因为我玩游戏需要什么呢？需要发泄。我喜欢玩那种我不跟你们形容过吗？说之前玩游戏跟黄子韬一块玩，我俩充钱玩，充完钱之后我们2个人砍50人的帮派，我们2个人就是2个人打50个人那种的，就很爽。是这种的，我需要这种解压式的，太需要练呐，需要这个需要技术啊，这种的我就都不玩，没时间练啊。第五人格也玩过，第五人格玩了一阵儿了还，那个时候是在剧组拍戏，
有的时候收工了，然后我就找我们剧组的，包括我们表演老师啊，包括我助理，我们四个人专门出去组队跟人玩儿，然后我们4个组队去玩儿，然后在房间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玩那个啊，第5人格玩了几天吧，3、4天也不玩了。我记得我当时我还买了，我没记错应该买了毛利兰那个皮肤吧，是有那个是吧？是有毛利兰那个皮肤是不是？柯南的皮肤，对吧？我当时还抽那个皮肤呢，好像是。光遇玩吗？光遇我也就下过了。贪吃蛇呢？贪吃蛇，说到贪吃蛇特别逗啊！我记得很早，我在那个也是跟黄子韬拍戏的时候，黄子韬拍戏的时候，他当时那个时候贪吃蛇是最火的时候，刚出来，他就在那玩贪吃蛇，他说他就在那一边玩一边就是那种就是很有气势，说你看我弄死整死整，就给这些蛇全都吃掉了。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老厉害了，他就感觉你看怎么样，全吃了。我说这是单机游戏，我说这些都是电脑。他说不可能，你看那个名字，他怎么可能是电脑？我说你这样，你把 WiFi 关了，你把你的网关了，你开飞行模式玩。他说我不，我这么大了，我说没事儿，我说你开一下。结果他当时一开，发现还能玩。从那天之后，他再没有打开这个游戏。刚刚有人，我已经说了，烟云16声就玩了1天啊，就上去看看是什么东西，然后了解一下这个国产游戏发展成什么样了，就。因为我纯一个游戏爱好者啊，但是确实是现在是没时间玩，很多好游戏都没时间玩啊。塞尔达玩过第1部啊，就是那时候刚火，刚出 Switch 的时候，大家都买那个玩过，那我还上网买那种作弊卡，在那个塞尔达那个在 Switch 上面一刷，天上掉箱子掉武器，玩过一阵啊。不是老大，鬼灭有推吗？是什么意思？鬼灭有推吗？是什么意思？就是鬼灭之刃里边有是推的 CP 还是说推的角色？我不知道啊，有推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喜欢谁？喜欢谁？哦，就喜欢谁？喜欢的角色。没有特别喜欢，都一样，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喜欢的，那有什么？没有，哦。不过它里边有一个设定还蛮新奇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我妻善意吧，是那个就是黄头发那个。哦，他这个名字起的还挺那个，翻译成中文都挺那个什么的，叫我妻善意是吧？然后还有叫你豆子，啊，是叫那个是叫你吧是吧？你豆子就是他这个名字，他的人设挺好玩的，就是那种胆小啊，胆子特别小，然后但是呢，就是睡着之后变得特别厉害，然后呢，他就有2面性，这个角色就比较的容易让大家喜欢啊，而且他还有一个花痴的一个人设。对吧？以后你看，朋友们，作为演员选角色得选这种的，很丰富，有反差。一个胆子特别小，然后被吓晕之后变得特别厉害，这个就是非常有反差的角色。这样角色谁接谁火，你得考虑这个啊。有后职业病是，就是他算是一个，就是你看这些角色，他就是里边的设定啊，你就会想说以后演的角色哪个设定比较好一点的，像那个也比较，它里边很多角色设定很好，就比如像那个男主就不用说了，男主一定是那个比较好的，
就是男主一定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也挺好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雾珠，就是眼睛是白色的那个雾珠，他也挺多，但是我不知道他忘了他叫什么名了，是个5个字的名，应该是。他也挺好的，他人设也挺好，这种人设是容易出来的那种的，它里边哪个角色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设会比他们稍微差一点，就是后背上有一个杀人的杀，那个杀字那个人，他的人设会差一点。喜欢他的估计就是偏直男的多一些，就纯直男那种的，暴力啊，看到谁就要干死，就这种的，就是那种的，是叫霞柱是吗？Sorry 啊，那字念霞是吗？我不知道哦，Sorry， 那就不是雾，那是霞。杀那个是风柱，对，我看的也不太明白，因为我看的是剪辑的那种的，我大概用了1天就把4集看完了。但是里边人物关系啊、故事什么的，然后都讲的比较的明确，而且包括我又玩了一遍他的游戏，他的游戏里边就是那种打斗的游戏嘛，里边那个游戏里带了很多故事情节，那个挺好玩的，挺好的。哎，其实鬼灭是不错的啊。然后剑网3玩吗？我一直想玩那个游戏，但是没玩过。那个是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多人在玩的时候，那个时候宁哥没有钱玩不了，没钱玩啊，没钱玩。指甲1玩过吗？玩过，那个几部都玩了，但是那个就是对于我来说有点难啊，他那个就是解谜那种的。我可以，如果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个游戏叫3伏，你们玩过吗？1、2、3的3伏天的那个2个字3伏。然后他还有一个，他家出了2个游戏，一个叫3伏，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但是2个都玩了。你们如果你们不想玩，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游戏解说什么的啊。对，3伏，烟火，对，叫烟火，我想起来了，但好像3伏那个好玩一些啊，那个好玩一些。底特律变人玩了吗？玩了。底特律变人是玩游戏的人一定要玩的游戏。哎，跟你们聊游戏，你们会感兴趣吗？不会说直播间哐哐掉人吧？没事儿。底特律变人也挺好玩的啊。名侦探柯南里边最喜欢谁啊？名侦探柯南里边最喜欢谁？那一定是柯南啊。那不然呢？难道你以为我要说怪盗基德吗？也挺好的，怪盗基德也很帅啊，怪盗基德评次也很好啊，都其实挺好的。这三个男的其实共用一张脸，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啊，不是说共用一张脸。有朋友说我不感兴趣，但我不走。有朋友问了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说宁哥，你既然看《名侦探柯南》，你是支持新兰还是支持柯哀？这问题很敏感，朋友们。我忘了之前看谁啊？说有一个艺人说他支持柯哀，有很多人脱粉了，说我跟我的艺人这个三观不一样，说我跟我的艺人三观不同。
哦脱粉了，他竟然是可爱，我忘了啊。嗯。所以我就是咱们就是这个东西吧，我就是个观众，我也不磕 CP。哦，我纯朋友们，这不是说我逃避问题啊，我不是说就是说宁哥你怎么怂了，你怎么不敢回答？不是的，不是的，是我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柯南，我只关注案子，那些情感的问题我其实不太感兴趣。啊，我其实不太感兴趣的，啊，我只是想知道幕后 boss 是谁，凶手是谁，他的作案手法是什么。对，因为我对那个不太那个什么的啊，因为他主要他也不是个爱情故事啊。有朋友说完了，咱们三观不一样，我脱粉，因为我看那个只看爱情。你要想脱粉直说，没必要找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理由。刚刚我朋友说，我跟朋友说，我说这个和这个两对 CP， 可能就是你喜欢其中一个，另一部分就脱粉了。我说我两个都不是啊，就是我端水也不行。你就硬脱粉，那走吧，拜拜。我觉得你既然能说这句话，我觉得我们三观都不合啊。有朋友说阿笠博士和木木警官，你们真行啊！我其实我是很喜欢看柯南的，你看后面现在还播的柯南呢啊。但问题是我是从哪儿开始停了不看了，就是因为之前都是台配嘛，对吧？我看普通话版的，之前都是台配。是叫台配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些配音演员的那个声音，我超级熟悉了，已经超级熟悉。而且虽然他中间也换了一些，比如说毛利小五郎，其实换了很多，也不是换了很多，换了2个吧。但是问题是，就是他整体是一样的。但是后面自从换了配音之后，我就不看了啊。从那之后我就不看了。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味儿不对。我就觉得，所以后面我就都没看。我可能有一天把后面补齐的时候，也是看那个原声的了。对，喜欢原声也是 OK 的啊。画风也改了，画风倒也还好。画风倒也还好，你真的是你打开那个柯南的第1集和前10集，你看看那些画风，那都已经抽象成什么样了。他的画风其实一直在改，柯南的画风一直在改啊，一直被人吐槽，而且包括柯南的大小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其实他的画风一直在变，所以但是这不影响我们成为他的一个观众啊。对，你画风其实已经变了无数次了啊。然后自从次都能猜中凶手的时候就不看了，你别在那吹。你怎么那么能吹？还次都能猜中凶手？你猜中1次2次都可以，但你次能猜中，我觉得你在那儿。这样吧，我代表开始推理吧节目组邀请你来当嘉宾，好不好？啊，邀请你来当侦探，让你邀请你当推探，我就看你能不能次都猜中。你别在那吹了，你太能吹了，你在那。唉，有朋友金田一事件看吗？也看，小的时候不敢看，太吓人了。金田一事件是我看过最恐怖的那个动画片啊。讲了半个小时动漫游戏了，
那不然你想听什么话题？你起一个你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们都是朋友们，我们这直播间是一些年轻人在聊天，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话题。然后你也不年轻，我没有什么不年轻的，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啊，行，刚才聊的是动漫，下一个咱们聊一点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玩聊串儿、盘串儿、钓鱼，还是聊什么？你来一个稍微话题老一点的，嗯。我过着的生活，它每天都一样。跟你聊聊象棋。这个马走日，象走田，小兵过河顶大车。重复的没有。聊聊养生。一点空间幻想，醒着或睡着。八卦，我最讨厌聊八卦。我不聊，聊聊老年生活。它为什么都一样？不难想象，晴天雨天我都无感。女朋友聊聊心事。我给你唱首《孤单心事》吧。哎呀，孤单心事。啊，你是孤单的心事。那些未完成的事，就用身体配合命中的伤。有朋友说想看你去毛血旺，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们也挺好的，因为都认识嘛，啊，跟他们都认识，然后也邀请过几次，但总是时间对不上。然后再一个是啥，你知道吧，朋友们，就是因为我平时直播输出太多了，我平时直播输出太多了，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去了没话说，你知道吧？去了没话说，就是因为该说的都说了，然后我能说的也都在直播间说了，剩下都是不能说的了。啊，不能说的那去了没有输出，那就干嘛呢？对吧？其实是这么一个逻辑啊。不及愈合，有话想要讲，却找不到任何澄清的欲望。躲在有朋友说我真的瘦不下去怎么办？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睡前不要吃东西就能瘦下去。睡前不要吃东西啊，你就一定能瘦下去，哪怕一个瓜子你都不要吃。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吃呢。你想想，现在都11:37了，还在吃东西，你说你能瘦？啊？你说你能瘦？不可能瘦的。就是我仅有的力量，模糊的信仰，就算得到再多的关爱，也只剩明灭微光。我聊聊书卷一梦，什么意思？戏播完快1年了，你要跟我聊聊，就是你让我想想当时哪个表演演的不好，还是说聊聊项目？
聊啥？我曾有多向往，就有多失望，真相也被扭曲的铿锵，已变成泥泞形状，想再一次点燃自己，是有多难。比如说聊聊小贝，小贝，其实有点久了，我不太记得了，不太记得具体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也想说，因为小贝已经拍2年多了啊，但是我记得是当时记得说那个反正就是它是一个不知道这个剧，我不太给你们设太多的提前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讨论情感的一个剧吧。你可能看那个东西之后，你会有一些思考啊，当然也不是教你们了啊，只是说让你看清一些人间百态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不知道，反正就是挺好的。你们就是如果喜欢，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啊。那你们也别太期待我啊，你别太期待我，就别都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人家那个艺人都是这样的，手里带播剧好几个，然后你们可能是说人家粉丝可以选择，说我更期待这个，我更期待这个啊，我不期待这个，但我期待那个。但是问题是现在是我只有一个，所以你们好像就是很多朋友因为也是看我戏入坑的嘛，算是认识了我，然后呢就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存货了，所以很期待。也别太期待，我说的别太期待，不是说它不好，我想说就是你把期待值拉低一点啊，拉低一点，然后你到时候再看，你就不会，就是你会觉得好一些嘛。有朋友说去拍戏好吗？不是，就是因为我别的工作现在就是事儿太多了。你看我基本上没停，我基本上你想想我这1年多没拍戏，我告诉你朋友们，我基本每天都有工作，每天都有工作。我当时其实就在想，如果我真的进组之后，我剩下这些工作怎么办？啊，就比如说我今天是录了2首歌，朋友们，我今天是录了2首歌，2首，一首是 OST，一首是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歌。然后我明天呢？我明天彩排，就是因为我就是我没有在闲着。如果我真的闲着的话，我觉得可以拍拍戏啥的。但是如果我真的去拍戏了，我现在这些活怎么办？我干不过来的。所以就是，确实是，就是因为是不知道，因为你拍戏你就得放弃很多东西，你很多东西，我就觉得，但是我又喜欢我现在干的这些啊，比如我唱歌、音乐、综艺、舞台，我这些是我喜欢的。那我去拍戏，我不知道我在平衡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不接啊，别到时候今晚又那个又哭声一片，哎，宁哥又不接戏了，没有接啊。不行，我在直播间给你演吧。咱们每场直播给你复刻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现在最火的剧的那种名场面。啊，那就比如像那个涛姐演的那个，哪儿来的一招，就是那种的。我给你每一场直播给你复制一个优秀的表演，就想看我演戏不是吗？我接受现实世界如此不一样，笑得很勉强，事不关己的模样。站在阳光下的我，是否就能有更多的力量？我开推啥时候录？开推很快就录了，过完年就录。
啊，过完年就开始录了。坚定的信仰，就能承受批判的眼光，让乌云好聚好散。我是多么渴望，还看得快拍戏，你看这就是很好的朋友。很多朋友到我直播间，哪怕他不是我的粉丝，他可能是粉丝啊，但是他就是那个名字看起来不像粉丝，但是他就说快拍戏。你看我还是有一些就是这种观众的影迷，还是有一些影迷的啊，催着我拍戏啊。是的，不像有些人说刘宇宁回去当歌手开演唱会也挺好的，别来搭我花了。那我1年多没拍戏，也没看你说过几句好话。希望美好越被相信的捆绑，也还有梦的。没有，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古装戏，我也是喜欢的，因为我最喜欢拍的就是古装啊，但是不是说古偶啊，就是古装戏，因为我觉得它有代入感，它有环境，它让我很沉浸。然后呢，但是奈何你就是我想说，我拍这几个项目太好了，我拍过的这些项目都太好了啊，咱就是从那个古装戏嘛，你看看从那个《长歌行》啊，从《长歌行》开始，那是我第一部古装，那项目多好呀，朋友们，对吧？演员也好，剧本也好，导演也好，制作也好，制作公司也好，对吧？《长歌行》确实你现在拿出来到哪里也过硬，没有一个地方漏切的。我第一个项目就拍的《长歌行》，就很棒，对吧？就是我接的项目都比较好，也比较幸运。然后又拍的那个说英雄，说英雄是我比较，也不能说最喜欢吧，是那个角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角色，白愁妃啊，然后让我演爽了，然后也通过那个角色学了很多东西啊，制作啥的也不错，对吧？都很棒，这也不差吧？你现在你就说英雄放到今天也是能打的。再后来，安乐传是吧？安乐传就是也挺好嘛，对吧？安乐传也挺好嘛，完事儿了，都大项目，对吧？项目都很好。到后来的那个一念关山，一念关山就不用说了，就是史诗级巨作，史诗级巨作，在我心里，我个人心里啊，哦，当然你们心里有你们心里的史诗巨作，一念关山在我心里就是史诗巨作，历史性的一个存在啊，没错，在我心里啊，在我心里就是厉害，对吧？一念关山，对，你项目多好，对吧？项目好，然后后面珠帘玉幕多好，对吧？都很好项目，后面都折腰，对吧？折腰多硬啊，多折腰。折腰是我跟你说，朋友们是这样的，折腰是让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吃到一个前期福利的一个项目。什么叫前期福利呢？就是你还没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喜欢你了，或者期待你了，这就属于前期福利，对吧？那个时候你就是那个宣传片一上，路透嘎嘎一看，很期待那个，对吧？就是属于那个也很好，你看你是吧？折腰多牛啊！到后面的书卷简直就是已经颠覆了很多古装剧的拍法、叙事方式，对吧？就是玩法多么颠呢？多么颠，其实就是它的表面，深层多么深刻的意义啊！然后也让我演爽了。说是一人13角，其实是2角嘛，
对吧？但是你看，就南横离是有2个角色演，我没体验过，但这个戏体验了，也让我演爽了，拍的也好，制作也棒，对吧？你看我出道就是拍这些项目都不错，我在当中都能学到东西，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说业务能力。所以当你接了这么多好项目之后，就是朋友们是这样的，你不能拿我跟别人类比啊，我比不过人家。我只是说，你接了这么多好项目之后，你再接一个，哪怕你遇到一个再像一念关山那么好的戏，我再拍一个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像就是没有，如果这个项目在我心里，它跟一念关山一样棒，或者跟书卷一样棒，跟折腰跟珠帘一样棒，我再接一个的意义是什么呀？我再拍一个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是这个逻辑嘛？过瘾没什么过瘾的，那个东西很辛苦的啊。除非这个事儿是我非常想做的，我可能还会去接。所以就是我说的那个意义，是我现在包括之前看剧本的一个角度。如果他真的我觉得没有那些好，或者比那个好一点点儿，我都觉得我没有拍的必要。我说的是古装戏啊，我在说的是古装戏。有朋友人物也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吗？就是人物吧，你觉得不知道，反正就是要不就是我演过，要不就是这个人物我演过，要不就是我看别人演过，要不就是有我演过相似的，要不就看别人演过相似的，就是都没有。你说这他人物他毕竟是人，他就那么几面，你希望他是什么样？无非换个身份，换个身份，但性格、故事都不会区别太大的，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就还好。霸总，好多人都在演霸总啊，霸总太多了，然后我再去演个霸总干嘛？跟人抢霸总之霸，看看到底谁是霸总之霸。没必要啊。会不会太晚？再一次点燃自己，却不会太晚。有朋友演东北虎，我演个动物啊，脸都不让搂了呗，搁地上爬。现在就是玩那种动作捕捉那种的了。挺好的，我觉得现在目前什么呢？音乐这一块就是也挺开心的，对吧？自己都开始写歌了，而且我的音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男女老少都爱这首歌。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讨大分也行。行吧，差不多了，朋友们，在这里呢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如果此时此刻的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呢，下次直播的时候咱们就能相见啦，辛苦各位了。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那咱就下次直播，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晚安各位。但兄弟很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参加分，晚安各位。不努力分坑边上挣扎去参加分，晚安各位。